天才公司招新啦！我叫李如道，意外穿越到这个全民觉醒职业的世界，觉醒了普通职业。老板，现在只能指望能多招收几名员工，好在这个受潮肆虐世界立足。小子，开公司最要紧的是什么？实力。3位稀有，1位史诗，这就是实力。竟然是仅次于传说神话的4级史诗强者。我要报名，这是我的简历。朴实无华的商战是吧？行着，我记住你了。金牌老板系统已绑定。老板实力为员工之和，招收第1个员工可获得100投资点。系统福利到账了，现在只要招1个员工就好。不起，你不符合要求。是五大校花吧？一个普通的花匠职业，剑术第1也没用啊。能给我一个机会吗？我成绩很好的。哼，现在受潮这么严重，你一个普通职业有什么用？顾思思。普通职业花匠，隐藏传说职业花影剑仙，竟然是传说级隐藏职业，稳了！哟，这不是我们的顾大校花吗？听说你觉醒的是花匠职业啊，想进公司给你死在受潮里的父母报仇是吧？跪下，求我！不要做我预定的员工啊！我不需要，再见。史诗级职业，给脸不要脸，一个废物，拽什么拽？谁敢动？跟你有什么关系？思思可是我内定的员工。他什么公司会收一个花匠？有眼无珠，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优秀。我好好看看一个花匠能怎样？你愿意加入我的公司吗？我愿意。哼，一个废物职业罢了，还能翻了天不成？解锁。竟然是传说职业者！终于有希望为父母报仇了，谢谢老板。两小事，好好干活就行。哼，传说级职业岂不就是3星？我的实力也跟着上涨了。别得意，小子！传说级提升可需要大量资源，你供得起？而且一个员工的工资，大夏可不认可。顾同学，加入我的公司，1年之内，我保证你会成为2阶强者。不可能！老张老板费心了，还好会给出答案。咱们在副本中见真章吧。放心吧，老板，副本交给我。老板，员工人数不达标，大夏对公司人数是有要求的，不达标会取消公司资格的。放心好了，咱们公司刚刚才起步，员工会越来越多的。副本中就会有不少学生进入，正好顺道找一找有没有优质员工。我来护驾。不错，员工的积极性很高。投资终于有了收获啊！思思，咱们出发，杀他个片甲不留！
新实力提升了。个传说级职业，总算有个天赋不错的孩子了。大山的收巢危在旦夕，必须尽快培养一批顶尖强者。北撤去现场。是。这是什么怪物？啊！后4名经验值加一起都没他高。连史诗级的张秋月都拍马不及啊！该死！早知道当初我就收下他了。这种成绩已经进入至少全国前10了。封锁消息，等这位天才出来。发了！有个好员工就是不一样。资源足够了，咱们待会儿去找副本中其余学生。算起来，这副本中最珍贵的还是2阶升星餐，能够凭空提升职业者的级别。站住！把升星餐放下！我们饶你不死！那可是能提升级别，甚至有可能提升职业等级的宝物啊！如果没有老板的话，我现在恐怕都不敢面对张秋月。有一个隐藏传说级职业，丰收了。这个员工我收定了。保下那人！这升星餐是我唯一的希望，只要职业再强些，就能参军了。放心，我不是抢你东西的。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公司？只要能保下这颗升星餐，把命给你都行。又是你！本是第一天才，本应该是我才对呀！咱们联手未尝不能一战，夺回升星餐。不错，死去的天才可不叫天才。副本里死个人再正常不过，解决他。想欺负我员工，问过我这个当老板的没有？不劳老板出手，这是我和他的恩怨，理应由我自己解决。他竟然这么强！张秋月，我去叫老板给你报仇！索尼，神户，混蛋，竟然敢卖我！这就是传说级吗？我也能这么强就好了。想要啊？加入我的公司，你也能成为传说级职业。我就一普通铁匠，就指望升星餐能拥有战斗力好参军报国。父亲，您放心，就算是普通职业，我也会拼命战斗，继承您的遗志。生灵餐我没兴趣，你想要就自己留着吧。生灵餐哪比得上一个传说级员工啊？传说级职业自然看不上这种资源，这样的公司竟然愿意收我，我愿意。这实力，老板。放心，我是不会亏待员工的。老板，解锁。
好好努力就行。之前欺负人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今天？我真的知道错了，饶我一命吧！我愿意为你效力。看来我这位老板很是护短啊。老板，就是他，就算是传说的天才，也要给我一个交代。二阶巅峰的强者，经典打了小的，来了老的，你们先走，他交给我。哪有员工舍弃老板的道理？要死一起死！解决他，他的员工就归我了。张老板真是好威风，连大夏的天才都敢杀了。向将军，三山市镇守将军，4阶强者，无关人员通通滚蛋！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向将军，在遇到老板之前，我只是个普通花匠。是老板发掘了我的潜力，没错，都是老板的功劳。能培养出2大传说级员工，他究竟是什么人？李老板，我有话就直说了，请讲。我们大山市附近有一个即将崩溃的妖兽副本，届时会有大量妖兽出现。周遭城市和我们面临同样的处境。光凭我一人，抗衡不了兽潮。大山市需要更多强者。将军不必多言，魏大夏，我非议不容辞。若是人都像你们这样优秀，别说受潮了，就是面对那些异族和其余国家，我们又有何？接下来你需要什么，我会全力配合。我需要更多的副本，还有刚觉醒职业的学生。你想要的，我全力支持。近些年虽然广招新兵，但战场仍由强者做主。大山市一人独木难支啊！还有那些该死的异族，我大夏疆土，父亲就是野狼混死，我大夏子民气坐等灭亡。先让他们进入副本训练吧。凭此令牌，大山市一切副本与资源都对你们开放。李老板，你看上谁就要谁，切莫逞强，保命为准。明白。明白。可惜了，最出色的也不过稀有级罢了。这不错，伙计们还真给力。这第2阶段唾手可得。9阶境界长梯，总有一天，我会看到9阶巅峰强者的风景。可
这石磊真是个疯子，我还偏要去尝试。我的好员工来了！石磊，比试而已，何必如此？在我倒下之前，绝不认输！好一个铮铮铁骨！这个人，我要定了。我找到杀你的人了。哥，我现在就过去。我哥哥是个剑拔星强者，你再怎么天才，也必死无疑。我就要这么结束了吗？以普通职业配不上我，你我婚约作罢。婚约作罢？1年，给我1年时间，我会让你后悔的。太弱了，我不甘心啊！我还要吃乳为洗刷，还要家族为光复。轻描淡写就倒下了。老强，他是谁？此人我保了。是，我是你未来的老板。这么说，我还有隐藏职业。等我手底下另外2名员工回来，你就知道我没有骗你。他手中的令牌只有向将军才有，这么年轻就有1阶巅峰实力，看来真的没有骗我。磊漂泊半生，只恨未逢鸣。我看你的信息，你怎么从大昌市跑到大山市了？说来话长。看来你是想积攒实力，好回去完成1年之约。没错，这妥妥的主角模板啊！好，你愿意成为我的员工吗？荣幸之至。这才是真正的我，老板恩重如山，石磊万死不辞。秦百胜父亲失踪，我这些员工一个个都有故事啊。什么？谁敢欺负我员工？跟我来！顾思思，你给我磕个头，我兴许能放你一马。只会偷袭的小人，你杀了我好了。给脸不要脸，贱人！杀了你后，我再杀了你老板。赶紧动手吧，趁着现在副本内没人，要是被发现，咱俩都得完蛋。对不起，老板，思思不能再为您效劳了。杀我的员工，谁给你们的胆子？是老板，你怎么会在这儿？完了，向将军不会放过我的，杀了他们，绝不能让别人知道。1阶8星的实力，正好拿你练手。给我定！2阶强者，怎么可能？这就是老板真正的实力吗？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大人饶命啊！我们是被猪油蒙了心。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我的员工只能我欺负。老板，向将军已经了解了情况，
他说让你放手去做，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有背景就是不一样啊！即将崩溃的妖兽副本就在大山市旁边，咱们的时间不多了。你们要做的就是拼命刷副本，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等你们到2阶后，老板帮你们觉醒技能，给员工先画个大饼。愿为老板赴死！我也是。老夏，大山市的兽潮真的不用支援吗？现在整个大夏都处于动乱当中，异族和妖兽副本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次我大山市能够独自解决，咱们还是要把力量集中在对抗异族上面。李应道，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这可是关乎整个大山市的存亡。不错，大家都突破到2阶了，快帮我们觉醒技能吧！可不能亏待员工，给我解锁！我离找到父亲又近了一步。大昌是世家，等我回去。只要好好努力，好日子还在后面呢。老板实力2阶6星，当前投资点14。据推测，妖兽副本最快还能撑15天。向将军，交给我吧。只剩15天了吗？而且投资点也不够了，我们还得努力啊！都看见了吧？时间不等人，赶紧给我刷副本去！是。投资点加5，老板等级提高。为了美好的明天，给我奋斗！兽潮在即，都给我打起精神！消耗无数资源，还把大山市的副本刷了个遍，总算能突破3阶了，也不清楚能不能赶上。快跑啊！大山市是我的家，我哪也不去。兽潮爆发了，我们能挡住吗？开启保护罩！兄弟们，我们背后就是家园，退无可退，誓死保卫家园！誓死保卫家园！今夜我绝不后退一步！保护罩只能撑3个小时，李引导，千万要快呀！兽潮已经开始了，该死，他们还没有突破成功。大夏兴亡，匹夫有责，实在不行，我亲自上场顶一拳。你怎么不早说？给我消耗！大山市是我的家，我一定要保卫它。
父亲还在血狼族中等我，我要变强，向血狼族复仇。快，随我去城门抗击兽潮！早晚有一天，天才公司会响彻整个蓝星。给我杀！此间兽王外竟然还有3头3阶妖兽！有死而已，就是把命交代了，也要宰了这群畜生。第1道防线失守，退回第2道。谁来救救我？守不住啊！没人能解决这3阶妖兽，不能愧对大夏了。天才公司前来抵抗兽潮。犯我家园！死！血狼族的账，先收点利息。耻辱！今日必雪！总算赶上了，给我上！有杀了，得救了！老板实力提升至3阶5星，这就是当老板的乐趣，躺着就能变强。这都是我们天才应该做的，我们为了人类的未来而战。我授予天才公司大山市守护者荣誉称号。他们是这座城市的英雄。李老板，没有他们，我们就完了。爸妈，我做到了第1步，你们看到了吗？这些材料摆上，
可以给大家的兵器都升级了。我的龙血沸腾技能也需要稳固，这些资源来得及时。老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计划吗？庆祝结束了，我们该去更大的舞台发展了。那里有更强的对手，更好的资源。新任务已触发，阳明省城。这通道维护的真好，据说只有省级以上的公司才能有资格使用。资源与特权永远向着强者集中。老板，省城的情况，向将军给资料了吗？烈阳集团老板姓赵，掌握省城商会资源，星塔组织，从事高端职业者研究，背景很深，不得不防。大山是来的，暗龟，需缴纳100能量晶石的清洁管理费。清洁费？我怎么没听说过？穷乡僻壤来的，见识过什么？没钱就滚回去。竟是3级强者，不该为了赵老板得罪其他人的。这不是守卫队的兄弟吗？这是怎么了？没钱交入城费？小地方人不懂规矩，情有可原。这钱我替他们给了。你当真要拦我们？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诸位请进。刚才那胖子谁呀？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可惜他找错人，对上我们老板只有区别。烈阳的赵老板，冲我们来的。还敢瞪我？把能量石交出来！让我碰到了。烈阳集团办事，闲人滚开！你说哪个集团？有兴趣来我公司上班吗？老板，我真的没有职业，我是绝灵体，测试过很多次了。那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些测试仪器太落后。相信我，你体内蕴藏着星辰的力量。系统，到你表演了。笑，天怎么黑了？快看那光柱，是谁在觉醒？这动静太恐怖了！
不愧是神话级。这就是我的力量。神话级起的就是一切，旋转。查，给我查！是谁？是不是那个李应道搞的鬼？神话级终于出现了，立即报告塔主。目标：天才公司北辰。老板，刚才的动静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北辰，职业星云术士。请多指教，我会用我的力量守护公司。咱们公司这是要逆天啊！看来省城之星会很有趣了。动静闹得太大了，恐怕已经被人盯上了。必须尽快让北辰掌握力量，并弄清楚星塔的动向。一群废物，一个乡下小公司都压不住，还让他们弄出个神话级！老板，商会已经下达了封杀令，没人会卖给他们一块能量石。企业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出头的机会。合作除掉李应道那个神话级小子，归他们。明显的针对，姓赵的下手了。李老板，对不住啊，上面打了招呼，我们小本生意，您懂得。何止，就会是这种下三滥手段。老板，没有资源，我们怎么修炼啊？城里买不到，我们就去城外拿呗。老板的意思是，野外狩猎。没错，既能获取资源，也能让北辰尽快熟悉战斗，一举两得。北辰，开始。流星召唤！热死了！不愧是神话级。不错，配合越来越默契了。这是。到星塔来，这里才是你的舞台，你会成为真正的强者。你是谁？我是星塔引导者。老板，是北辰的声音。找死！滚出去！
老板，多谢。放心修炼，天塌下来有老板顶着。小丽，竟然能强行打断我的灵魂引动，李应道，你比我想象中更强。失败了，北辰可是塔主看中的，如果不能收入星塔的人，那就杀掉他。不用你假惺惺，我知道该怎么做。那个声音说要引导我去星塔。星塔手段防不胜防，竟然能隔空施展灵魂攻击。要让我知道他们在哪儿，非去拆他们的破塔！老板，我现在需要情报。我们对星塔和赵老板的了解都太表面了。说得对，我们不能总是被动接招，必须主动出击了。我去趟黑市，给公司招一个情报总监。把你偷听到的消息说出来，否则今天废了你！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找死！给我上！放开我！你还挺能躲的，小子。这么多人欺负艺人，不合适吧？他就是10世纪职业第一体。是你们少管闲事！滚！谢谢你救我。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东西？我要你的人，你的天赋。天赋？我只是一个没有用的报童职业而已。加入我的公司，我让你看到你真正的能力。行，反正我也没什么价值。系统，觉醒技能。我能感受到隔壁的谈话，3条街外守卫的心跳，这就是我的能力吗？欢迎加入天才公司，林墨，黑市鱼龙混杂，帮我听听关于赵老板、星塔的消息。好，老板，他们要在企业联赛上动手，具体没有听到。想对我们动手，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离比赛还有8天，足够了。左3，右后2，速度很快。是我拖后腿了。这5天你的进步很大了，放心，跟着老板你会更强的。这才磨合5天，林墨这预警真是未来可期。消耗投资点突破。老板，我突破了。来吧，我给你们解锁新技能。解锁技能。多谢老板。联赛即将开始，你们能突破，我们胜算也更多些。欢迎诸位来到1年1届的省级企业联赛。本届联赛黑马赢出，最引目的是来自大连市的职业运动。听说他们公司有个神话级星云术士，好像那个年纪最小的就是。
看你们能笑到几时？老板，星塔的实验体已经混入参赛队伍，编号7，能力是能量吞噬和形态模拟，非常危险。能量吞噬是专门针对北辰的。有贝尔来啊！我们会保护好北辰。怕吗？不怕，正好试试我的新技能。现在有请天才公司代表队上场，他们的对手是老牌公司天盾联盟。北辰，这场你自己上。对面可是老牌公司，这也太狂了吧！一个队5个，天才公司什么来头？李老板这是知道打不过，才派了个毛头小子上场。速战速决，别耽误大家时间。天才公司北辰以1敌5完成秒杀。7号会是他最好的磨刀石或者墓碑。呵，干得漂亮！这下我们公司一战成名了。不可大意，北辰消耗不小，要尽快恢复。老板，有人在用精神力扫描我们，目标是北辰。能锁定来源吗3号通道备用休息区附近，能量很诡异。目标出现，神话级能量吞噬。小心他的能量吞噬，很危险。他在吸收我的剑罡。不能再让它吸收能量了，心灰所恋。星塔的失败品还是这么难。检测到同系统能量，检测到掠夺者系统。李应道，我叫陆成风，也是个老板。你的员工质量真高啊！我们是同行，也是敌人，期待在赛场上遇到你。你的员工我看中了。不好，他要自爆！强制分家园。老板，刚才那个人。又一个老板，而且来者不善。星塔的事也还没解决，又来一个掠夺者。废物！那个7号就是一个废物！那个陆成风是什么人？为什么计划没有提到他？陆成风是意外，一个掠夺者而已。不过他的出现，或许能更好的牵制李应道。我不管，企业联赛天才公司必须身败名裂。放心，赵老板，我们已经为李应道准备了更好的舞台。
绩效特低迷。现在企业联赛进入8强战，天才公司的对手是拥有2名史诗级职业的队伍。恭喜天才团队获得本场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么精彩无比的团队配合战斗。团队配合越来越默契了。团队配合的很默契，不过你的员工、你的系统很快都是我的，是吗？靠着掠夺和透支员工未来获得的力量，如同沙墙，一推就倒。弱肉强食才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我们4强赛见。老板，这家伙太嚣张了，看着就想揍他一顿。老板，我感知到他那2个员工灵魂波动很弱，所以不管为了什么，与他们的比赛，我们必须要赢。老板，你在担心陆成风？有一点最让我在意的是，林默说赵老板和星塔安静的有些异常。暴风雨前的宁静。我总感觉他们在联赛中谋划着更大的阴谋。他们竟然打的这个主意！老板，通知所有人紧急会议。我已经联系了向将军，他会派官方人员协助。他们想拉整个省城陪葬，找到并摧毁引动器是关键。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引动器并毁掉它。能量异常点在城西就地点说明。林默持续监控，寻找弱点。石磊、百胜准备强攻爆破。思思、北辰，随我先行侦查。这关乎无数人性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老板。下方3点钟方向有规律能量脉冲，间隔30秒。内部6名守卫。臭氧，还有臭氧，妖兽的味道有。释放防御单位。老板，怎么办？计划不变，师徒潜入，改成正面进攻。白胜、石磊硬闯，林默屏蔽所有对外通讯。
这些机械妖兽生命力很顽强，核心在头部下方的能量节点，丝丝北辰攻击他们的颈下发光处。他们的方向是引动器的位置，你的防御系统是纸糊的吗？是我低估了。不过闯进来之后，长尾兽巢引动器启动的第一批祭品，提前启动引动器，功率开到最大，让能量扩散。能量还不够稳定，强行过载启动，我们也执行命令。为了星塔的伟大事业，牺牲是必要的。能量指数疯狂飙升，引动器要过载爆炸了，最多还有2分钟。破坏这玩意儿。那里能量反应最集中，是核心。石类、百胜、思思，你们3人挡住这4头兽神将。北辰、林墨配合我，他们只有一次机会。休想过去！检测到超高密度混乱能量，启动强制分析。成功了！刚才强制分解几乎耗尽了我的力量和投资点。成功了！能量反应消失了，我们成功了。不玩了，你的星塔都是疯子。林道，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下次别去期待。欢迎大家参加企业联赛的颁奖典礼。本次联赛天才公司夺得省冠军。他们不仅是比赛的冠军，更是挫败了毁灭省城阴谋的英雄，获得全国企业巅峰赛的参赛资格。老板，陆成风，他们在星塔计划失败后神秘失踪，他是不是也跟这事有关？肯定有关，所以连最后的决赛都不敢参加了。这次联赛的奖励10万能量晶石，还有一些稀有材料，足够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修炼了。老板，我们的下一站是全国大赛吗？但星塔的威胁并未根除，那个引路人和陆成风都逃跑了。我们需要变得更强。休整3天，然后出发参加全国巅峰赛，让天才公司的名号响彻整个大夏。是。
高手都是什么样子？省城也是龙蛇混杂，首都更是藏龙卧虎，不可轻敌。老板，到了首都，我们首先要做什么？赛制试积分循环后淘汰，还需收集情报，关于星塔和陆城风的消息。A 级虚空裂隙副本，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实力，在抵达赛场前完成一次蜕变。磨练团队配合，出发。消耗规则结晶与投资点，为全员强化旧技能，解锁新技能。我感觉现在能一拳打败陆城风了。现在的我们才有足够的底气去迎战全国的天才。欢迎来到首都，向将军可是提前就给我打好招呼，一定要好好招待你们。这一路也多亏了向将军的帮忙了，也麻烦你了。全国巅峰赛的资格认证赛在3日后的遗忘废墟举行，这是参赛凭证和废墟资料。多谢陈部长。几位气息强大了，看来在路上又有了奇遇。期待你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天才公司怎么感觉实力比资料里还要恐怖？听说他们在省城弄出了神话级，看来此言非虚。比赛规则：时间为72小时，至少获得3枚废墟核心返回参赛点，即可成功参加巅峰赛正赛。获得核心越多，排名越高。获取核心手段不限，每人发放1个求救符，捏碎求救符会自动放弃比赛，会有人营救。现在比赛开始！前方5公里有核心波动，3支队伍正在争夺，右边大量地阶变异体，直接去拿东西。天才公司正好拿下你们，我们猎豹小队就一战成名了。兄弟们，上！4阶，你们都是4阶。承让。老板，有很强的能量，反应在快速接近。烧生命状态，短暂拥有4阶雏形战力。李营导，我们又见面了。你的员工培养的不错，这力量诱人。陆成风，你真是无药可救。弱肉强食是天理。等我掠夺了你的系统，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员工变成我的力量。
这里挺热闹的，就让陆宁陪你们玩玩吧。星塔的人出现了。星塔的混蛋，你敢动我的东西！陆成风不想全军覆没，就暂时联手。好，先解决这个铁疙瘩。陆宁的攻击莫测，规则扭曲，让人防不胜防。我来指挥，上吧。他的规则之力层级很高，这么多人联手都无法给他造成有效伤害。老板，他的核心在胸口偏左3寸，但被一层循环变化的规则屏障保护，弱点时刻在移动。我的星光无法锁定，启动技能融合推引，计算顾思思的节制穿透与北辰的星光锁定，融合攻击路径。推演开始，相报投资点计算中，找到3条核心路径。就是现在！好机会，你的核心是我的了。威胁等级提升，启动紧急脱离协议。星塔的人造体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规则运用和空间传送了。获得3枚核心就离开废墟。要不是你能看出漏洞，还真不好办。星塔科技竟达到规则层面攻击，防不胜防。我尝试追踪那个人造体的信号，但他像是被更高的存在直接召回了。他只是前哨，真正的核心还藏在更深的地方。分析捕捉到的规则波动模式。分析与世界引擎碎片衍生物高度吻合。该单位与造物主计划核心关联密切。果然。区域确认存在残片能量反应，我们正在进行追踪，稍后上传坐标。没想到星塔对世界引擎碎片的研究应用已进入实战阶段。这个陆宁很可能只是系列产品之一。这是星塔的据点，目前锁定的可能隐藏碎片或实验的据点，防守严密且有强烈规则干扰。全国大赛场，星塔可能再次出手。我们猜测他们会利用场馆汇聚能量情绪，进行仪式或激活碎片。我们会保持警惕，发现异常立即阻止。辛苦了。军方会在外围策应，大夏有你们真好。32支队伍晋级淘汰赛，天才公司，他们竟然成了热门夺冠团队，我们完了。星塔到底把舞台设在哪里？
双方队员就位，比赛开始。极寒领域。现在4阶的体质，这点寒气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星火流云。北辰的进步越来越大。左2 3秒后又见能量结，后排辅助吟唱节奏被打乱。比赛结束，胜者天才公司。这也太强了吧！前后不到5分钟就直接拿下了。天才公司果然是今年的最大黑马，这实力简直碾压级别的。感觉如何？对方实力不错，若是之前没有升到4阶，还需要费点功夫。领域一开，感觉能一个打10个。很好，继续成长吧。你们越强大，仪式完成后的新世界就越稳固。下一场对手是龙焰科技，关于他们的资料很少。他们之前的比赛都赢得很诡异，对手往往会出现能量失控或者动作变形。感觉和星塔的手法有点像。记住在废墟中的感觉，星塔的规则攻击很可能会再次出现。4强赛第2场，天才公司对阵龙岩科技，领域压制对战术破解，答案即将揭晓，比赛开始。该死！的感知全乱了。推演破解领域的最优战术。推演开始，消耗技能点发现最优解，通过北辰的星辰传送，短距离空间跳跃，再配合顾思思的剑影分身，高频攻击平衡节点，可造成领域过载。坐标37，传送。攻击节点周围。可能。天才公司，你们的技术有进步。和情报说的一样，他们果然有问题。嘿，你的员工看起来很不错，我很喜欢。被强行提升到4阶3星，生命快要耗尽了。陆长风，你不配为人，今天我就替你手下枉死的冤魂讨个公道。
林梦，信息屏障最大化，隔绝掠夺链接。之类，凝住正面冲击。思思，反射，北辰，随我斩断那些触手。以我之血，献祭，系统超频，深渊掠夺。你们的力量、灵魂、系统都将成为我的养分。警告：检测到高浓度恶意规则侵蚀，鸡排老板系统核心权限被动激活。根据系统竞争伦理准则执行制裁程序。宿主不用抵抗那吸力，将本系统一丝之力顺着吸力反向灌入陆成风的掠夺系统。陆成风，你的系统建立在掠夺和毁灭之上，人机不争。我有金牌老板之名宣判，你系统的运营资格立刻剥夺。我的力量，我的系统！掠夺者公司失去资格，胜者天才公司。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什么都没有看到？不知道，不过刚刚感觉到了擂台上散发出的法则般的力量。掠夺者的威胁解除了，但制造这种系统，放任其存在的星塔，才是万恶之源。当时李老板的系统力量和掠夺系统碰撞时，场馆内至少有7个隐藏极深的微型传感器同时被激活。这些传感器技术特征与星塔高度吻合，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你，尤其是你的系统。为什么？这些传感器记录并试图上传波动数据，但传输中途被更强外部信号强行截取转移，我们没能追踪到目的地。看来星塔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人在暗中观察，甚至可能在利用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老板是在担心星塔。陆成风只是明面上的棋子，真正的对手藏得很深，图谋更大。我的系统似乎成了他们的关键目标。老板放心，无论对手是谁，我们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老板，我截获到一段加密等级极高的单向通讯碎片，内容很模糊。又提到容器准备就绪，能量峰值达到临界，造物主之光与冠军，诞生时降临。果然，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总决赛现场。今天半决赛擂台上对阵的是上届亚军皇朝集团和今年的黑马天才公司。我看天才公司这次还能赢。那可未必，皇朝集团据说也有2名史诗级员工。恭喜天才公司几人凭借整体实力和战术执行，击败了皇朝集团团队。干得漂亮！这场胜利值得记住。闯入了总决赛。下一场就是总决赛，这是暴风雨降临前最后的宁静了。长老，数据收集完毕，领导系统权限，
波动与世界眼前碎片的共鸣超出预期30%，确认为最优钥匙。做得好，总决赛能量峰值达到要求，容器也准备就绪。很好，最终协议授权给你。明朝确保疑似万无一失，让旧世界的荣光在造物主的光辉中重生。为了新世界，李应岛，你将是点燃神火的最完美的祭品。李应岛，我们猜测，星塔的核心装置应该就在场馆地下灵脉交汇点，一旦启动，将抽取整个首都区域的生命与情绪能量，后果不堪设想。上面的红点是仪式核心位置。是的，我们的人无法在布达索行者的情况下接近破坏上的任务，只能交给你们了。你拼尽全力。比赛开始后，我们会制造一场全程范围的通讯，干扰和能源波动为你们做掩护，但时间有限。明白。公司也要在决赛搞事，还会影响整个首都人的性命。地下突袭，难度极大，风险极高。诸位，这不再是一场冠军争夺战，我们的脚下埋着一颗足以毁灭城市的炸弹。我们的任务是在炸弹爆炸前拆掉它。林墨、北辰，你们对能量敏感，负责定位和预警。44、百胜，随我主。石磊负责断后和抵御可能出现的神位。比赛开始后，我们伺机而动。领导感受到了令人不安的暗流在脚下涌动，看来这是一场不平凡的决赛。或许真正的胜负并不在这擂台之上，小心。渊风指引我们找到正确的道路。准备行动。场馆能量被瞬间抽空了。老板，地下灵脉能量异常流动，核心装置开始预热了。行动。北辰，短距离星辰传送。你们小心，上面有我。原来如此。结阵，安抚观众，为他们争取时间。小心一点。就在前面。世界引擎碎片，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疑似已经不可逆转。这个规则纠缠体是碎片力量的具象化，它会撕碎任何试图靠近的楼宇。
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攻击方式都是规则层面的，空间挤压，能量湮灭。之前流速异常，我要莫测。老板，物理攻击无效，打不中尸体。它在不断变换自身的定义存在系统，分析它的核心规则逻辑。目标为无意识规则聚合体，核心逻辑矛盾，渴望稳定存在，却由不稳定能量驱动。发现薄弱点，其余下方碎片的能量连接通道。和碎片之间的能量连接管。好，保持距离，他要反扑了。没用的，在规则的威力面前，你们的力量不堪一击。好好享受化为最初粒子的过程吧。老板，空间结构正在瓦解。伤不到他。在绝对的规则面前，你们的挣扎毫无意义。成为新世界的基石是你们的荣耀。启动技能融合推演，计算老板权限，以资源协调为核心，融合丝丝的剑影分身与百胜的百兵领域能量特性，进行局部规则覆盖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必须撕开一道口子，是秩序、契约、归属的概念性力量。在我的公司里，就要守我的规矩。此地规则暂定。你竟然能干涉规则！老板，就是现在！攻击能量连接管道！看来你的绝对规则也没那么绝对。哼，垂死挣扎，就算破坏部分链接，你收集能量足够。纠缠体优先清除目标，理应道。老板，下面情况如何？底下传来极其恐怖的规则波动，老板他们很危险。军方的人被不明信号干扰，暂时无法大规模进入，需要我们帮忙吗？守住这里，别让任何人下去添乱，就是最大的帮忙。
他们想把整个竞技场彻底摧毁。刚刚动用心想之力，现在已经虚脱，没法闪避，只能赌一把了。他想要能量，把我的一切，连同系统的本源都给我。警告：宿主正在执行高风险操作，可能导致系统永久性损伤。执行指令：开放核心数据流，反向连接。你竟然在入侵、覆盖、同化它的规则！你快断开连接！系统过载，进入休眠修复期，部分功能暂时无法使用。投资点清零。老板，你怎么样？他被您招进来了。看来我们公司的业务范围又扩大了。疯子，你这个疯子！就算你控制了纠缠体，仪式也已经无法阻止，核心过载无法停止，你们还有上面所有人都得死！老板，能量正在向上倒灌，场馆核心温度急剧升高，最多3分钟这里就会变成熔炉。李英道，你赢了战斗，却输了一切。看着你的员工和上面数万无辜者为你陪葬吧！老板，您能控制或者减少能量过载吗？核心逻辑锁死，指令优先级低于最终协议，无法终止，可尝试分离。我的心想事情。警告：宿主心象世界尚不稳定，强行承载过载能量，有崩溃风险。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是唯一的机会。好，你来构建能量通道，将过载的能量引导至我的心象世界。老板，你的身体……没时间犹豫，执行命令。我感觉地面都化塌了，好像还有着火！我感觉地面都化塌了，好像还有着火！大家冷静，不要急。能量读数还在飙升，老板他们正在尝试分流，老板的生命体急剧下降。林墨、北辰，你们维持秩序，我下去帮老板。
老板，撑住！停下来吧，老板，我们在想别的办法。老板！这个生物生命链接。石磊，你，老板，咱们公司可不能没有我老板啊！我的心想世界不够，远远不够，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你需要一个能完全承载这些能量的容器。他不是渴望能量和稳定吗？好，那我就把心想世界连同所有能量一起灌给他。改变引导路径，放弃我的心想世界，将所有过载能量全部导向时间引擎碎片本身。碎片无法承受，自身或再会泯灭。那我说的做，同时帮我建立我与碎片的灵魂链接。你疯了！碎片泯灭的爆炸足以炸平整个首都，你这是在加速所有人的死亡。那就看看谁收购谁吧。要么接受我的招聘，成为我的一部分；要么我们一起玩玩，你自己选。这就是世界引擎碎片的意识。混乱终将走向灭亡，秩序才能带来新生。你加入我，我能给你稳定，给你方向，给你存在的意义。老板，能成功吗？相信老板。如果最后时刻碎片爆炸，我会用尽全力展开空间，能送走多少是多少。愚蠢、徒劳、造物主的碎片，岂是你们这些蝼蚁能够掌控的？我得到了他的认同和归附。这都是关于世界基础规则的知识。成功了！我收购了这片碎片。这不可能！造物主的碎片竟然选择了你。老板，您没事吧？暂时没事了。造物主清理者，公司的业务真的是越扩越大了。走吧，该上去领取我们的冠军了。
他们不仅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更用生命和意志捍卫了首都和无数民众的生命。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冠军，更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向英雄致敬，敬礼！心服口服，无论是实力还是担当。先生，没有你们在地面维持秩序，情况可能会更糟。现已确定星塔的目的是通过激活世界引擎碎片，连接上一个被称为园丁的高维存在。高维存在？是的，根据我得到的信息，园丁是一名高维观察者，负责清理文明发展与能量聚集所产生的杂草。而星塔的目的就是取代妖兽，成为园丁手中的镰刀。那些兽潮，甚至有可能包括某些异族，都只是园丁的清理工具。没错，我接收的记忆中有许多文明被修剪的模糊景象。我们无法得知是否存在2级观察者直接与星塔联系，星塔的败亡是否会导致园丁直接下场。我们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要直面造物主，我们能依靠的也只剩下跟他同源的世界引擎了。系统还未恢复，看来还需要找到别的碎片。老板，你的身体没事，那块碎片很安静，似乎在沉睡，也在反驳我。接下来我们真的要去找其他碎片吗？那可能会面对比星塔更可怕的敌人。我们走上的这条路是没法回头的。或许从我觉醒职业那天起，就注定了要面对这些。我能感觉到其他的碎片在呼唤，或者说在彼此吸引。最近在一块儿，在北方，那片被称为永动荒原园的禁区。老板，刚截获了一段很奇怪的信号，不属于任何已知编码，而且信号源来自天上。天上？观测单位灵犀，已定为异常变量，理应岛能量层判定高危。申请启动1级清理协议。永动荒原环境极端，长期被能量乱流和空间裂缝笼罩，是我们已知的禁区之一。你们确定要去吗？碎片之间的感应很清晰，那里有一块，而且我有预感，那里可能藏着关于园丁和这个世界真相的线索。军方很难介入那片区域，你们一切小心。后方的信息和情报分析，放心交给我们。这是我们少有的空间器，里面有一些生存物资和能量探测器，或许用得上。多谢。管他什么荒原还是园丁，干就完了。老板，飞船准备好了。老板，越往北，能量乱流越强，通讯信号受到干扰严重，导航系统也开始出现偏差。外部温度急速下降，冰晶对舰体护盾有轻微侵蚀效果。那就按照碎片感应的方向走。怎么回事？我们撞上了一片看不见的能量壁垒。不对，是空间者之所。
这个小世界乱流，我们被卷进去了，所有人抓紧！路灯全开，北辰，尝试稳定周围空间。这里能量浓度高的离谱，好多混乱的能量低语，碎片就在这里，大家小心，这里一切都很不正常。另一块世界引擎碎片比之前那块更大。这是上古文明的遗迹。那些骨头，这里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来想拿到碎片，还得先通过这一关。金字塔内部似乎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意识正在苏醒。来得好，正好活动活动。卧槽，这么硬！小心，他们的冰霜能量有极强的侵蚀和冻结效果。物理攻击和能量攻击都有效果。我的星光之力凝聚缓慢，在这里被压制了。他们的核心在胸口，但是被冰晶护住了，几乎没有破绽。新元素生物能量运行方式和这片遗迹和那块碎片同源。所有人防御阵型，让我来。这就完了，还是老板厉害。看来碎片持有者的身份在这里都是通行证。走吧。这里有一种力量在屏蔽我的探知，而且能量浓度更高，时间感更加混乱。小心些。竟然还有人，死的还是活的？他动了。外来者，同碎片之人止步。此乃守望者安息之地，碎片不容亵渎。欲取碎片，先过吾这一关。好强的气势！大家小心一点。我们并非为了亵渎而来，寻找碎片是为了解开真相，对抗即将到来的清理者。谎言，园丁的清理，乃万物之平衡，抗拒即是毁灭。
好快！你竟然能运用碎片之力！老板，他实力最强，必须找他起。你守护在这里是在等什么？园丁的清理真的就是不可违逆的真理吗？住口！你什么都不懂。攻势都持续不少，看来有用，继续攻心。如果清理是真理，为何上古文明还要留下这些碎片？为何你还要坚守在此？你守护的究竟是这些碎片，还是不甘被园丁修剪的意志？看看你究竟在守护什么，对我畏惧什么？这些是谁？清理者，还有最后那股意志是园丁。我们发展太快，引来了园丁。文明会议决定分解世界引擎，将它与守望者一同冰封，守护最后的火种。你都看到了？我看到了辉煌、毁灭，看到了抗争、牺牲。我们的一切不过是园丁的一场实验，在这里，文明有它的终点，任何超出设计的变量都只会迎来收割。实验吗？没错，你、我还有那些异族，都只是公园丁观察的一段数据罢了。可那又如何？不管怎样，我们总要去拼一把，说不定我们就是火种想看到的那个不同的可能。不同的可能。我们的公司，我们寻求共赢协作，带着敬畏，但不屈从，这会不会就是你们等待的新道路？系统提示：接触上古守护者意志，解析其核心规则，宿主规则抗性提升。员工不思思、秦百胜、石磊、北辰、林墨获得远古的祝福，能量纯度提升，瓶颈松动。终极目标：打破使者枷锁。或许你说的对，你是那革新之人，便掌握它。获得无足的知识和对园丁的研究，又或者被他同化，与无一道，化作这冰封遗产一部分。我相信我的道路，也相信我的员工。
老板，这是融合必经的过程，外力干扰只会加速它的灭亡。相信它。我是李应，我的道是公司之道，是秩序，是契约，是引领，是守护。成功了，被选中之人，我的使命完成了。这片遗迹作为礼物赠予你。我早已是该逝去之人，凭借执念与碎片力量才苟活至今，如今可以安息了。愿你走出不同的路。这就是超古代文明的技术吗？单凭一个控制器，竟可将以及化作个人意志的延伸。清理者的威胁迫在眉睫，立刻返回首都。这次需要全球联盟。走。总算回来了。老板，军方的人过来了。你们总算回来了，全球能量指数飙升，你有什么头绪吗？好，刚好我们也有重大情报，见面详谈。李老板说的没错，这是一场属于蓝星所有智慧生物的战争。它不仅需要我们人族的力量，也需要其他诞生在这个星球上的异族参与。没错，雪狼族、海妖族这些被园丁控制的异族，既是威胁，也是潜在的盟友。解放他们，壮大我们。我代表大夏军方授予您的组织“人类文明复兴公司”称号，并一致恳请您出任人类联军总指挥。这才多久没见，他的实力增强了这么多。文明枢纽系统还多了许多新功能，实力也提升了，终于可以开始真正整合力量，为人类未来而战。系统启动远程招工，筛选全球范围内天赋潜力达到史诗级以上，且心性符合守护秩序核心概念的目标。确认指令，开始扫描。有这么多，看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被埋没的天才。系统发送入职邀请，附注公司简介与发展前景。入职邀请：人类文明复兴公司，职位：预备员工，待遇：解锁隐藏天赋，提供修炼资源，共同守护文明火种。隐藏天赋守护，我接受。契约成立，员工阿伦，隐藏神话级职业，末日行者，开始解锁。老板，员工阿伦，末日行者已入职，
员工艾琳娜，数据先知已入职。员工赵刚，圣光程序员已入职。果然，公司的规模才是实力的根本。这股汇聚的星火终将燎原。李总指挥，我们刚刚收到全球多个孤立幸存点发来的讯号，他们都声称受到了邀请，并出现了强大的新职业者。那些异族活跃群能量也在加剧。意料之中，园丁不会喜欢实验品。团结起来，我们必须更快。这个人的位置非常有趣。看来我们的第一位区域经理得去狼窝里亲自面试。老板，文明枢纽显示可以尝试将符文能量石和我们的灵能传导技术进行初步融合，把符文直接刻在墙上。思路没错，剩下交给系统。目标：单兵作战装备。好东西，只要是装备有显现的缺失，战斗力。立刻下放至军工部门，优先生产线建立，这是我们对抗未来威胁的底气。这新武器看着真带劲，试试不就知道了？有效，他们怕这个。兄弟们，开火！这只是第一步，必须要尽快整合更多种子。有了他们的技术，这光环特效会更强。老板，我捕捉到一段试图绕过我们防火墙探测的信号。信号源无法追踪，但编码模式与星塔融合，7成。星塔还真是阴魂不散。这群老鼠又想搞什么鬼？看起来他们得到了清理者的援助，未来要小心了。致信息陷阱，伪装一个次级数据库，里面放点关于实验场变量失控的报告，让他们以为我们仍在迷雾中摸索。今日召集大家回到公司，也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真相，需要大家接下来一起去努力，才能拯救这个星球。愿意跟随老板，加入人类复兴的伟业。我需要你用你的数据预知推断下一次的清理什么时间到来。好的，老板。老板，我整合了全球近10年的能量异常数据。受潮爆发规律的分布点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心理追击模型，模型显示规模将是历史记载的10倍以上。10倍，这足以毁灭现有文明数次。我们能挡得住吗？挡不住也要挡，而且我们不能只被动防御。林默结合艾琳娜的模型，动用真实之耳和所有情报网络，给我找出清理者最可能降临的地点。我们必须掌握主动。风间褶皱、西大陆、死亡谷，不对，还有极地。信号太乱了，不止一个降临点，至少有3个。能量反应最强的在西大陆血狼族故地赤血裂谷。怎么回事？我感觉星辰在恐惧。事情不对劲，赶快告诉老板。变量成长速度超出预觉，初步清理协议提前启动，坐标已锁定，赤血裂谷，涌动荒原遗迹，深海之城。遵从您的意志，
请允许我为您献上最后的序幕。准许让混乱归于秩序。哈哈哈，力量，这就是规则的力量。李应道，你拿什么跟我斗？模型更新，清理者第一波攻击将集中于赤血裂谷，能量度数无法估量。联军已经进入1级战备，所有部队随时可以出动。老板下命令吧，我们跟他拼了！敌情不明，盲目进攻可能落入敌人下陷阱。石磊说的对，我们对敌人了解太少。这次我亲自带队去赤血裂谷。我跟你去。我们也去。不，蓝星复兴的机会只有一次，不要让情感干扰了我们的判断。此次我只带少数精锐。北辰，你的星辰之力或许能够干扰空间稳定。李默，你的情报能力至关重要。艾琳娜，我需要你的实时数据预判。是，老板。裂谷内部空间结构不稳定，能量度数每分钟都要在飙升，有东西要出来。很多声音不是生命，是纯粹的毁灭者。这里的星空被污染了，我感受不到星辰的回应。下降高度，我们要在他出来之前看清他的样子。是他，就是那个信号。放大了1万倍，检测到超高强度污染，他在改写周围的基础物理法则。老板，快躲开！侦察舰被他射中的地方消失了。规则污染在侵蚀护盾。那个声音直接在脑子里响，他在解析我们。不行，所有逃生系统失败，外部环境参数被改写，我们被困死了。哈哈哈哈哈！李应道，感受到绝望了吗？这就是抗拒园丁意识的下场，看着吧，这才是真正的力量。碾压他们！此地规则暂定。什么？他竟然能正面抵消清理者的规则攻击？强行对抗规则，反噬还是太大了。老板。北辰，用星辰传送，坐标我传给你。林默干扰那片区域的空间信号。艾琳娜，计算最佳逃生路径。想跑没那么容易。继续稳定传送门。系统金身。这是什么规则之力？竟然完全免疫！通道稳定了，快！李应道，这次算你们走运，下次你们一定死在我的手中。启动吧。让这个大陆先感受一下何谓绝望。
西大陆17个国家已经失去联系，幸存者报告，大地失去生机，河流倒灌，部分区域重力紊乱。我们必须阻止他，否则整个蓝星……怎么打？那玩意儿根本碰不得。根据上次交手的信息，他的攻击方式为规则改写、扭曲物理法则、湮灭物质、污染能量和灵魂。宁昭的状态也很奇特，他似乎与污染源建立了某种共生关系，或者从属关系，能一定程度上引导其力量。常规武器不行，就用规则武器。我能暂时对抗它，说明这条路可行。但我的力量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多世界引擎碎片，需要更多文明的力量。现有推测地点有2个，不过当地能量反应正在急剧增加，可能存在清理者的力量。那就打，没有时间犹豫了，兵分2路，即刻出发。终极战，目标确定。天使保护。这个礼物送给即将上路的李应导。这个礼物，李应导。那是什么？清理者的力量已经蔓延到这里了。不完全是碎片。那块碎片正在与清理者的力量对抗，它在求救。如果是这样的话，百胜他们就要直面宁昭和清理者。我们越快掌握碎片，百胜他们就越安全。快，趁现在反击！啊，跟他们拼了！同胞的气息，外来者是火种。多谢前辈，我是李应道，继承了火种之人。年轻人，你能来到这里，证明你拥有资格。接受它，继承我族的不屈意志。啊？可是，血狼可不会讲那些又臭又长的故事，血狼只会战斗。接受它，引导血狼继续战斗。不屈意志，融合吧。他们被残留的暗红能量操控了。不好，老板处于融合的关键时刻，无法动弹。以无残魂，燃尽不朽，护卫火种。
不能拖了，这些家伙是杀不尽。是你去干扰规则污染，开空间禁锢我来想办法。给我破！破！年轻人，未来交给你了。系统提示：成功融合世界引擎碎片3/7，不屈意志已整合，规则抗性大幅提升，解锁核心权限，7项疆域初级。7项疆域秩序，这是秩序。它在吸收世界上其他同类的力量。现在这里是我的公司临时办事处，而你是未经许可的闯入者。吸收高纯度规则能量，投资点加500，获得能力狼魂觉醒。一切充公。老板，思思，走，去面试我们的区域经理。手感不错嘛。石磊，我要你死。哦，我可是要你们活着，你们都要活着。好好看看李应道怎么在我的力量下匍匐颤抖。融合了雪狼族的生命图谱，我们的生物材料自我修复效率提升了300%。血狼族的生命感应也解析完成，下一代雷达的机动性将突破理论极限。李应道大人链接了无族不屈意志，残余族人已通过先祖通道向你们最近的接收点迁徙，他们需要家园。放心，安置区已准备就绪，你们的生物技术帮了大忙。另有一事，无族圣地深处感应到同源但沉沦的波动，似在深海。深海那里也有碎片，但信号很怪，像被包裹住了。信号源伴随高强度生物聚合反应与规则污染，评估高风险高收益。百胜他们失联超过24小时，宁昭设下的陷阱恐怕不止禁锢。老板和思思在异人族那边一时无法抽身，深海碎片信号也不稳定。总部派遣快速反应部队前往百胜坐标，实施救援，并尝试反向破解宁昭的陷阱。那深海碎片，等百胜脱困，一同前往。他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重振士气。我留守总部，协调两路，维持与老板的意念链接。同意，立刻行动。感受到了吗，宁昭？你主子又被老板提死了。愚蠢！园丁的意志不容违抗。无可救药，这一招就取你性命。是你逼我的，深渊同化。现在我与清理者大人的规则网络直连，感受真正的绝望吧。检测到超高能反应，是百胜队长的生命信号，还有极端污染源。垂死挣扎，就是现在，发射规则解构器。什么？
干扰我的协议链接。生命信号放大器启动，强化百胜队长生命体征。赵峰，攻击他核心那张脸，那里有他的意识宝典。明白，全员高爆穿甲弹，饱和打击目标核心。这不可能！我是新世界的应召。李应道，清理者大人会为我。百胜，你们怎么样？解决了，剩下的交给你们了。检测到未授权生命形式，规则污染携带者可执行净化协议。老板小心，不能硬接。他们在调动天空城本身的防御规则。那就夺取规则控制权。这里现在也是公司临时办事处。碎片被他们当成了能源核心，必须先解决污染。火种，解放我的族人！碎片在呼唤。他们把整个种族都变成了奴隶。不能直接摧毁柱子，那会连同碎片和所有异人的精神一起重创。必须从内部瓦解他的控制规则。怎么做？唤醒他们，用更强大的共同的意志，覆盖园丁强加的荣耀。异人们，你们建造的是城墙还是牢笼？血脉里渴望的是苍穹还是顺从？我以文明火种继承者之名与你们订立契约，跟着我夺回属于你们的天空。孩子们，记住风的味道，记住云端的舞蹈，记住我们生而自由。就是现在，帮我汇聚这些意志，将它们导向碎片。是，以自由之名改写规则。成功解放一人心，天空碎片共鸣达到100%，可进行融合。引领者，天空族愿与您缔结契约，我们的翅膀将为您所指的方向而翱翔。孩子，小心！碎片的力量不仅关乎空间，更关乎状态与维度。它或许能让你触及更上层的规则界面。我明白了，思思、北辰为我护法。是。开始融合世界引擎碎片，天空全线整合中，规则感知层面提升，正在解锁核心权限，空域折跃。这就是更高维的视角。不仅仅是视角，是一种介入的资格。老板，成功了！我看到深海在呼唤，也听到了总部的通讯，情况危急，没有时间庆祝了。您刚融合完，需要稳定。新获得的能力正好用来赶路。思思、北辰，抓紧我，空域折跃。这直接跨越了大陆。折跃距离和精度还需要练习，但赶时间够用了。走，去海边，深海的朋友在等我们。百胜他们应该也在路上了。各位同仁，自老板成功融合第4块碎片，并与深海族建立链接后，知识融合产生的技术爆炸效应完全超出了预期。我们的不屈意志编码已成功与人类神经接口耦合。新式狼魂机甲的同步率突破500%，驾驶员越愤怒，机甲越强。空域折跃技术已实现小型化，首批云雀侦察机已完成测试，
可进行战术级短距离空间跳跃。我们对窒息导管残骸的分析有了突破。园丁的技术核心是一种规则编码病毒，我们已开发出最初的规则防火墙算法。这就是文明汇聚的力量。艾琳娜，地外探测情况如何？最后2块碎片已定位，一块在月球背面，信号有序，疑似逻辑或创造；另一块在火星，信号很弱，充满混乱与哀伤，难以解析。月球和火星，老板，真的要走向星空了？是的，根据李应道传回的信息及其7块碎片，重组世界引擎是我们应对造物主可能威胁的唯一途径。方舟计划的终极目标必须启动了。最后的2段航程，月球、火星，我们需要一艘能跨越地域乃至行星际距离，并能应对太空规则、乱流、潜在战斗的飞船。现有技术已整合完毕，希望号星舰蓝图已完成，首舰3个月内就能建成。终于要上天了，老板，这次先锋任务必须算我一个。还有我，百胜、石磊，你们负责希望号的安保与陆战队组建训练。思思、北辰，随我进行核心舰员适应性训练。我们要熟悉在太空环境下运用规则力量。明白。海渊族将提供最好的导航员，星空也是海。一人族飞行员全员待命，我们的翅膀会触碰星辰而生。谢朗的利齿与坚韧将撕碎任何胆敢阻挡火种的敌人。总部和全球联盟将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我们会在地面全力建设防御体系，并利用月面碎片可能带来的技术飞跃，准备迎接园丁的考验。那么，计划最终确认，为了蓝星，为了所有链接于此的文明之火，出发前往星海。按计划出发，目标月球近海基地就职。嘿，这比坐飞机带劲多了。老石，你说月球上会有啥？构思结果。根据资料，只有古老的环形山、尘埃和可能存在的外星遗迹，保持警惕。很近了，它的秩序非常强大，甚至可能产生了某种自主的防御机制。老板，探测到前方月面环形山内有异常高能量反应，不是碎片本身的，更像是守卫系统被激活了。检测到未授权文明造物接近，进化程序启动。他们的力量源于碎片，带着绝对理性和排除异常的特性，常规攻击效果恐怕有限。老板，让我们陆战队下去会会这些铁疙瘩？不，他们的攻击蕴含规则层面的逻辑否定，对血肉之躯和常规机械威胁太大。你们负责防守舰船即可，剩下的交由我。检测到高能个体，威胁等级最高，优先清除。偏向疆域秩序，这里允许一点计划外的变量。找到你们的逻辑核心了，就是现在。警告：逻辑链路受到不明干扰，错误，错误。目标：删除模式，无法解析，切换至绝对进化协议，启动逻辑起点生成程序。老板，侦测到无法理解的规则坍塌现象，它的影响范围在扩大。希望号护盾正在被概念型剥离，将所有不合理、无意义归结于一点，然后抹除。这就是逻辑的最终武器吗？果然厉害。考验吗？想看看继承者是否有资格驾驭逻辑的力量，而不被其反噬？那么，我的答案是。混沌代表可能性，秩序构建框架，不屈服与坚持，天空拓展维度。而这一切的根基是生命与文明本身，那无法被任何逻辑完全定义的存在。我思故我在，文明存续，故其价值不可被单一逻辑裁决。逻辑无法核心制度冲突，自解系统崩溃。威胁解除，保持警戒。我下去取回碎片。测试通过，继承者，你证明了文明意志的集合可以超越僵化的绝对理性。你理解了逻辑应服务于存在与发展，而非反之。我需要的不是驾驭逻辑的力量，而是让逻辑为生命的延续和文明的繁荣提供最优解。共识达成，开始融合，成功融合世界引擎碎片。执行。
将这份智慧馈赠给所有盟友。接收到无法估量的数据流，天啊，这是一个巅峰文明的全部科技树。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火星那块充满死寂的碎片。这轻飘飘的感觉，真不习惯。龙魂守护，好机会。百胜左三，思思右二关节，石磊掩护北辰。成功融合世界引擎碎片，逻辑权限已整合，规则计算与推演能力突破极限，解锁核心能力因果预读。火星碎片信号很不稳定，他似乎在痛苦，痛苦就像被强行扭曲了本质，必须尽快。直接跃迁去火星。逻辑碎片的知识需要消化，舰队也需要升级，而且我们还有时间，但不多。先回蓝星，1个月内我们必须取得最后一块碎片。侦测到新的超空间信号，确认为园丁，但能量读数大了至少3个数亿级，预计1个月内抵达太阳系外围。1个月足够了。力量好大，他们在吸收大地的能量再生太快。这些不是机械，是殉葬者。殉葬者，星球死亡时，其规则具象化的哀嚎，他们是这片大地本身的痛苦。转换策略，疏导，净化。北辰用星光标记所有触手的能量节点。百胜、石磊、思思攻击标记点，但力量控制在3成，以切割能量流为主，引导怨气外泄。成功融合世界引擎碎片，世界引擎核心已初步重组，获得终极权限与称号。文明领航员解锁全部核心能力，规则同频，可暂时改写局部宇宙规则。文明方舟召唤文明意志投影，概念网络连接所有契约者意识，管理者权限，对文明造物绝对控制，实力层级突破限制，进入规则编织者境界。这是我给予大家的第1次全球分红。老板，全民进化指标平均提升300%，个别精英单位超过1000%。这就是文明共同体。全球防御体系文明方舟已全面上线，所有签约文明联军完成部署，就位率100%。那个信号更近了，最新分析，它不像单一舰团，更像一片移动的心灵。它所过之处，规则被扭曲，空间被固化，生命反应归零。强才好，不然打起来没意思。我的龙魂渴望真正的强敌。老板，下令吧！启动全球通讯，接入所有文明频道。我是李营道，曾经我们为了生存而战，后来我们为了自由而战，今天我们将为了未来而战。敌人很强，来自星空之外，带着毁灭的意志。他视我们为需要修剪的杂草，需要清理的变量。但我要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杂草，我们是经历磨难而不灭的文明之火。我们不是变量，我们是书写自己命运的主宰。这一战不为征服，只为告诉所有高高在上的存在，此地众生平等，此界由我们守护，文明之火永不熄灭。文明之火永不熄灭。战！
以此众生之信念，助我不破之壁垒，证我文明之存在。联合法则领域展开。敌方联合协议崩溃，护盾压力锐减，文明方舟系统正在重新稳定。就是现在，攻击他们因协议崩溃暴露的能量节点。规则起点，他在直接删除希望号以及李应道存在的概念定义。以此文明之火为凭，以此众生意志为锚，于此确立文明之锚点。我们存在即为真实，不可被定义，不可被删除。启动文明方舟，护盾全攻略，所有外围部队立刻撤回护盾范围。护盾能量读数下跌15%，规则层级对抗消耗远超预期，对方在尝试直接改写我们的防御规则逻辑。希望号前出，进行主动规则干扰，为方舟护盾争取稳定和调整时间。老板，这太危险了！必须有人去打断他们的同步骑射，执行命令。龙魂守护全开。规则干扰弹发射。检测到超高强度规则协议同步，目标希望号是归零协议格式化攻击的前兆。他们在编织一个足以将你们从存在层面删除的联合指令，快撤回来！你如何删去一个不存在的概念呢？他们输了，不是输给我，是输给了我们整个文明。不对，更大的就在外面，一直就在背景噪音，那不是噪音，是它的存在本身。造物主实验体 ZL7 变量个体理应道已引发不可控逻辑悖论，文明轨迹严重偏离预设模型，初步清理协议执行失败。预设模型把生命和文明当作花园里的草木，长歪了就修剪，这就是你的模型。理解即为定义，定义即为限制，混乱超出限制急需清理，此为底层逻辑。那我们的反击，我们的存在，难道不是一种更高级的秩序？变量理应道，你宣称的公司模式寻求秩序与共存，证明它。证明目标 X7-22星系猎爪文明状态
资源枯竭，陷入绝对暴力循环，预计23.4个自转周期后彻底湮灭。考验内容：不依靠毁灭性武力，在30个自转周期内引导该文明脱离自我毁灭轨迹，建立初步稳定秩序。那样的疯子根本不成功，则实验体 ZA-7 获得永久自治权，变量李应道及其模式将被记录，并可能作为秩序代理模板。失败，则依据底层协议对遭期执行即刻彻底的格式化清理，此为准许条件，亦为最终裁定。武力镇压不可行，只会加速其毁灭、掠夺。他们已无多余价值可供掠夺。合作、招聘，以他们目前状态，根本不具备合作的资格与理智。不就是去别的世界开个分公司吗？老板，这业务咱熟。我接受考验，但公司的业务范畴除了招聘与合作，还包括投资与风险管控。我需要你授权我调用有限的非攻击性的规则资源，作为此次投资的启动资金。同时，在我进行必要的风险管控时，你不得干涉。条件认可，授权有限规则干预权限，协议生效，倒计时开始。这不是结束，这是我们为自己选择的新的道路。我们要去证明，我们摸索出的生存方式，不仅能照亮自己，也有可能为其他陷入黑暗的角落带去一丝微光。这不是我或我们几个人的战斗，蓝星，我们的家园，是我们最坚实的后方，最深厚的根基。守好它，等我们回来。出发。